在2020年3月21号，我上传了这个频道的第一部YouTube影片。时间过得很快，一转眼我经营这个频道已经2年多了。我知道有很多观众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关注了我的频道，感谢大家一路来支持。所以今天这期影片，我就想要总结一下我经营频道2年以来使用过的有效的频道经营策略，让我积累到了4.5万个订阅人数，同时在网络上也打造了个人品牌影响力。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我频道，我是 Grayson。只要通过 YouTube 频道在网上打造自己个人品牌，欢迎对我频道是完全免费的，记得把旁边小铃铛打开，就能够接收到最新的影片通知了。另外在底下描述栏也可以找到很多经营对外使用工具。首先第一点就是我的频道逐渐确立了针对的观众。虽然这个策略我在频道里面已经说了很多次，但是我还是要强调这一点非常重要。使用这个策略是我频道开始获得关注度、加速成长的关键。如果你是从一开始的时候就关注了频道，你就会注意到，在一开始的时候，我的频道里面会有非常多话题的内容，例如说网络赚钱、网络创业、个人理财、个人成长，还有关于 YouTube 的，就导致我的这些影片吸引到的观众，他们的兴趣都不一样。可能有些观众他们感兴趣理财，有些观众他们感兴趣网络赚钱，有些的观众他们感兴趣如何经营他们 YouTube 频道，这会导致这些观众只会看他们特定的影片，感兴趣的影片。举个例子来说，感兴趣个人理财的观众就不太会感兴趣网络创业类的影片，感兴趣个人成长的观众也就不太会感兴趣网络赚钱类的影片。所以在那个时候，我的 YouTube 频道成长非常的不稳定。所以我也就静下来好好的想一想，我根据我想要达到我频道的目标，还有根据我自己的兴趣，总结出了我要定位的针对观众。最后这些观众就是想要通过 YouTube 频道进行网络创业，在网络上打造自己个人品牌的观众。在我确定了我频道针对观众之后，我做内容就更加有针对性。我会去思考这些观众他们需要什么，他们在经历什么，他们有什么样的困难，我能够为他们提供什么样的服务，帮助他们解决什么样的问题，这样我就能够做出非常相关的影片，是他们感兴趣的，是他们需要的。同时 YouTube 算法也能够很快的知道我的频道它的针对观众是什么样的，就不断的把我的新影片呈现到这些观众上面。在我定位好了频道针对观众，并且做出了针对性的内容，我非常明显的能够看到我那个时候影片的观看量是有非常大的提高的。所以我认为定位你频道针对观众是非常关键的。第二个策略就是我频道里面内容有不同的目的性。在我频道里面，我的影片有3大内容。首先第一个就是流行话题的影片。流行话题影片通常会带有高的流量，如果制作出了这样的影片，就能够让我频道快速触及到很多新的观众。例如在2021年的时候 Clubhouse 非常的火，我看到了这个流行的趋势，并且认为这个话题适合我的频道，所以我就做出了一个 Clubhouse 的教程，去介绍什么是 Clubhouse， 如何使用 Clubhouse。这部影片在发布之后就快速得到了很多流量，也吸引到了很多新的观众。但是随着 Clubhouse 它的热度慢慢的降低，我就能够清楚的看到这部影片它的流量也在慢慢降低，到现在为止基本上没有流量。所以制作流行话题影片，你可以在一开始的时候获得很多流量，但是随着这个话题它的热度慢慢降低，你的这部影片也会逐渐没有流量。第二大内容就是深度话题的内容。这类影片主要是针对我频道已有的观众，我想去和他们建立更深层次的联系，去更多的展示出我的专业性，并且培养出潜在的服务还有产品出售对象。因为我频道的针对观众是想要通过 YouTube 频道经营网络创业的观众，所以会做出一些邮件营销类的影片，去教大家如何积累观众 email 名单，并且如何使用这些 email 名单去帮助自己获得更多收入。这类的影片是比较有深度的，所以并不是大家都能够接受的。但是如果有观众感兴趣，就能够和我建立起更深层次的联系，他们能够知道我的频道能够提供给他们更深入的信息。第3类内容就是常青话题的内容。常青的话题能够保证频道每天被新的观众发现，保证你频道基础的流量，保证你频道的基础收入。所谓的常青话题内容就是这个话题不会随着时间受到影响，这个话题是适用于今天被观众观看的，并且在今后的1年2年对观众来说也是非常有用的。所以常青话题内容它的时效性是非常长的。例如在我频道里面，我有教观众如何去建立一个 YouTube 频道，这部影片就属于常青话题影片。
不管观众在现在看还在之后的1年2年看都是非常有帮助的，能够帮助他们建立一个 YouTube 频道。第3个策略就是不断的提高。如果想要让你的 YouTube 频道持续的成长，你就必须要不断提高。有很多观众都会说，他们使用了我频道里面分享的所有方法都做得很好了，但是频道还是没有成长。当你说出这句话的时候，你就给自己设定一个上限，你认为自己已经做到很好了，不需要再提高了，这是一个错误的想法。经营这个频道2年以来，我在各方面都在提高。我会提高我影片的话题，我会不断了解我频道针对观众，去发掘他们感兴趣的话题，同时花很多时间去想想这部影片话题它的标题应该是怎么样的，才会吸引更多点击量。我也在一直提高我的缩图，我的缩图风格是在2021年的时候才慢慢确立下来的，但是到现在为止也在不断的改进，我就去找到更适合的方法去吸引到更多的观众，包括在缩图里面应该使用怎么样的构图，应该放入什么样的信息等等。影片剪辑也是我在不断提高的一方面。如果你有持续关注我的影片，你会发现我影片剪辑技巧在不断的提高，我影片画面质量也在不断提高。我会考虑到我整部影片它的故事叙述，我会加入什么样的 B-roll， 还有一些音乐音效的使用等等。我会不断学习影片剪辑软体它的使用技巧，会考虑加入更多的效果，从而提升我影片整体的质量。我的拍摄器材是在慢慢的升级的，我一开始使用的拍摄器材十分简单，就使用我的手机，还有环形灯，还有一个简单的麦克风。所以因为想要提高整体影片的画质，所以就不断升级我的设备，去购买相机、更好的打光灯，还有更好的麦克风等等。我建议所有的新手在你开始经营 YouTube 频道的时候，你可以使用手机，因为在这个时候最重要的就是开始行动，去开始录制影片。当你开始有了收入，你就可以慢慢升级你的设备。第4个策略就是你要建立起你品牌独特性。我知道很多人在刚开始经营 YouTube 频道的时候，都是从模仿他人的频道开始的，会去模仿同龄的 YouTube 频道，或者是说自己喜欢的 YouTuber， 但是他们就这样一直模仿下去，到了最后就成为了那个频道它的复制版，失去了自己频道特色，观众也能够看出你在模仿哪个频道。我也经历过，在我开始经营 YouTube 频道的时候，我有非常多未知的领域，我也是从模仿开始，我会模仿同龄的其他频道，去模仿他们的拍摄形式、剪辑风格，还有他们内容叙述的形式。之后我就意识到，我不能够一直模仿他人，因为我想做出自己的特色、自己的风格，所以我就开始慢慢研究出自己喜欢的风格，自己喜欢的剪辑形式、内容叙述形式。例如说，在我拍摄的时候，不是固定一个角度的，我会不断的变换我的角度，会让观众观看更长时间。然后我也会适当的加入一些 B-roll， 去让我的影片显得更加丰富。还有一点很关键的就是，我会在我频道里面分享一些独特信息，这些信息是在其他频道里面很难见到的。例如说，我会在频道里面详细的分享我的收入情况，还有就是如何使用 YouTube 进行网络创业。大家可以在一开始的时候去模仿其他人，去模仿他们的风格，去不断了解如何经营 YouTube 频道，如何制作一部 YouTube 影片。但是我需要大家一定要慢慢形成自己的风格，因为经营 YouTube 频道最重要的就是你要做出差异化，做出独特性。在说第5个策略之前，如果你觉得今天分享的信息对你有帮助，希望你能够为这部影片点个赞，这样就能够让更多观众看到这部影片，并且对我频道也是非常大的支持。第5个策略就是我保持了稳定的更新。经营频道2年以来，我很骄傲的就是我从来没有断更过。YouTube 是我的副业，我有自己的主业要做，但是我也能够遵守当初定下的更新频率。即使自己再忙，需要熬夜，我也把影片制作出来，这是我对自己的要求。除非是有特殊的情况，在自己能力范围内，一定要保证稳定的更新频率，也就是每周更新3部影片。有人会说自己的生活里面有非常多的事情，所以就允许自己偶尔断更一下。其实你可以设定一些优先级，如果你认为说经营 YouTube 频道是对你来说非常重要的，你对你的频道未来有非常多的期待，你想把你的频道做成你的主业，或者是说你有更大的目标，你想去建立起更多的影响力，那我相信在这个情况下，你会安排出时间去制作 YouTube 影片，去经营 YouTube 频道。所以很多时候我认为并不是我没有时间，而是我没有把这件事放到重要的位置上。一旦你觉得这件事非常重要，就会信守这承诺，去坚持做完这件事。第6个策略就是建立起观众联系。对于频道订阅数，我知道这都是在网络另一端真实的观众在观看我的影片，在关注我的频道，所以我就会
尽量的认真的对待频道里面的每一位观众。我会在每天早上花半个小时回复之前的观众留言，在一部新影片在发布之后的2个小时之内，我会尽量回复每一位的观众留言，因为我相信当我认真的对待每一位观众的时候，他们会更愿意回到我的频道去观看我频道更多部影片。经营频道其实就等于经营的社群，当你认真对待你频道里面每一位观众，他们就会和你产生更加紧密的联系，这对你频道经营是非常有帮助的，同时会帮助你建立起更好的个人品牌，以及打造你网络的事业。第7个策略就是坚持不放弃。进入频道以来，我培养起的最大特质就是坚持不放弃。就像我之前说的，我在每天上班同时，还保证每周更新3部影片，我从来都没有停止更新过。因为我对我频道有非常大的期待，我能够想象我的频道未来是什么样的，我自己的个人品牌未来会是什么样的。当你有了这样理想的愿景，就会非常有动力，你就会告诉自己一定要坚持下去，去达到你的目标，你不会轻易让自己选择放弃。所以我希望大家都能去想一想自己频道未来会是什么样，你未来的愿景，你的频道能够给你带来什么，你需要每天不断去想，加深自己的记忆，这样就会给你带来更多动力。经营 YouTube 频道是不容易的，我相信大家都深有体会。感谢大家一路以来的支持，我会继续尽我最大努力去帮助到大家。我想知道我经营频道2年时间里面总共赚了多少广告收入，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我会做出一部影片告诉大家。与此同时，可以去看我这期影片，里面会告诉你为什么95%的频道做不起来，你应该避免哪些错误。如果你觉得这期影片对你有帮助，欢迎你的赞。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YouTube内容，欢迎订阅我频道，打开旁边小铃铛。如果想要跟我的互动，可以关注 IG， 在底下描述栏也可以找到很多经营表现工具。那么下次再见，拜拜。